forsaken surround. Memory of us in the last life still haunts now and then in quiet nights, shivering, waiting for the light when morning comes from the other side. 订酒店就同城，安心预订，退改无忧。同城旅行邀您收看前情回顾。你好像很在乎我的腿啊。我当然在意你啊！今天一天也挺辛苦的，这里条件不比家里，还是多注意一点的好。年轻人胃不舒服，清症用清药。新39味台邀您观看良言协议。是吧？谢谢啊，拜拜。小妹妹，走路要小心呢。谢谢大叔。老板啊，来瓶水。哦，哎，老板，哎，你有没有看见过我这2个朋友啊？没有。那有一个叫刘阿伟的人，他家住在哪里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谢谢。哎，不要。我们分头找吧，有消息了告诉我。活动活动。行。累吗？不累啊。说实话，很久都没有这么放松了。是啊，这跟上海就在2个世界，就想在这儿多待几天。好呀，那我们就多待几天。我自己来就好。我来吧。2年前断了，装的一只。好了，笑笑，过来坐啊。过来吧。坐这里。笑笑，你一定有很多问题想要问我吧？力哥哥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要不是刚刚，我根本就看不出你的腿已经……笑笑，你知道吗？你力哥哥最喜欢的就是攀岩。以前啊，我经常去野山里攀岩，就连和你写意姐姐认识，也是因为攀岩。所以说，攀岩是我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2年前，我的腿断了，那个时候，我一度认为自己再也站不起来。对不起，
只能截肢了。医生，就没有别的什么办法了吗？他的腿被生锈的钢管扎得太深，又遭到雨水长时间的浸泡，伤口合并感染了梭状芽孢杆菌引发的区性坏疽。这种病毒进入人体几个小时后就会攻击神经、肌肉组织的衔接部位，如果不采取措施，会引起患者呼吸麻痹，导致死亡。我当时很痛苦，也很消沉，身边的亲人朋友都小心翼翼，甚至把我的攀岩设备都藏起来，怕我看到了之后难过。后来有一个早晨，我瞒着所有人，自己去了天台。那是我腿断之后第一次去看日出，感觉很奇妙，也很神奇。我想到，我自己曾经和一个人约定好，要和他一起看日出。如果我再这样消沉下去，恐怕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了。那可你不怕别人看你的眼光吗？别人怎么看我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爱的人，他怎么看我。只要他把我当做普通人，那我就是普通人。真羡慕你们，要是我妈妈能像协议姐姐就好了。笑笑，你妈妈她没有错，你是她唯一的孩子，她当然会担心你，也会想要保护你。可是笑笑，你妈妈总有一天会变老，会没有办法再保护你，所以，你不管是为了你妈妈，还是为了你自己，你都要学会坚强，学会接受自己，明白吗？那我该做什么呢？你不是喜欢唱歌吗？那就去唱歌呀。对，等天黑星星都出来的时候，你就在这里唱歌。我相信爸爸在天上一定会听得到。我怕我唱不好。不用担心，你看，你力哥哥都可以重新攀岩，你当然可以把歌唱好了，对吧，协议？对啊，那你们要陪我？当然，我们一起陪你。这个施楚楚说好今天来看我，怎么还没到啊？一点职业精神都没有。唉，不就是角色扮演吗？办呗，说不办就不办了。不办什么呀？没什么。刚刚季大哥给我打电话，说非要办点凉菜给我捎过来，我说不用办了，不用办了。你什么时候这么客气了？我现在是个病号，这季大哥办凉菜，不是很容易引起怀疑吗？你倒还挺细心的。哎，还有你啊，我现在扮演的是病人，你扮演的是家属。你下次要是再这么空着手过来，那霍坚就一定会怀疑了。他一怀疑就看穿了，他看穿了，万一打破阿良的计划怎么办？这个风险，你可以承担吗？行，我知道了。你知道就好。对了，你今天还迟到了，明天准时过来啊。上次我中毒的时候，你给我煲的那个汤还挺好喝的，你明天也带一份过来吧。你得寸进尺是吧？哎呦，我这个脸包着纱布好痒啊！哎呀，太痒了，怎么挠都挠不到。行，
明天给你带一份。哎呀，说起葡萄，我还真有点想吃了。谁说葡萄了？你现在就说。哎呦，哎呀，叔叔你不知道啊！哎呀，太痒了，我怎么挠都挠不到位置。好，我剥给你吃。笑笑，妈妈跟你说啊，今天人特别多，生意还不错。妈妈回来晚了，我们就随便吃点吧。妈妈，你今天赶集辛苦了，菜我给你热好了，你自己吃。晚上，我决定去爸爸经常带我去的河边，为他唱一首歌。你们给我取名的时候，一定也是希望我能开心快乐吧？所以，今天我想做一次真正让自己快乐的事情，希望妈妈不要生气。拿着，笑笑。曹叔，这话筒不是你卖蜂蜜用的吗？是呀，我们把曹叔卖蜂蜜的话筒借过来了，怎么样，设备还不错吧？原来说好了，这不是借，明明是租的嘛，1小时50块钱呢。笑笑啊，叔叔相信你，一定能唱好。我答应你啊，只要你唱得好，叔叔可以把租金给你免了，然后呢，话筒也会送给你。笑笑，加油！推开夜的笑笑，泽良哥哥相信你妈妈一定不是真的不喜欢你唱歌，她只是担心你被别人说会影响到你的心情。可是如果唱歌这件事情本身能够让你非常开心的话，我相信你妈妈也一定会支持你、鼓励你的。所以不要有负担，放开了唱，想唱就唱。对啊，你看，今天晚上的星星多亮呀！我相信你爸爸一定能听到你的歌声。你看叔叔这脑子，叔叔这儿啊有伴奏，我给你把伴奏给放上啊，这样呢，你就不害怕了。漆黑的夜空带走光晕，吞噬了天际。它伴着雨滴，轻轻碾碎花朵的声音。看温暖的呼吸掠过唇边，凝结成了冰冷的白眼。划过的流星，消失在了那。我感觉触碰你的指尖还在颤抖，我听见你许下的心愿还在翻涌，有多难过就多执着，含着泪紧握不舍，倔强的守候，因为你对我
写下最温柔的言语，来不及道别，转眼到下一个世纪，钟声响起，你的消息出现在每个梦里，如此的清晰，在眼底总无法抹去你转身离开的痕迹，那么爱要怎么去忘记呢？我感觉触碰你的指尖还在颤抖，我听见你许下的心愿还在翻涌，有多难过就多执着，含着泪紧握不舍，太深刻就值得倔强的守候。I promise you。好，真棒，笑笑，真好啊！怎么了，笑笑？我妈妈没事。阿姨，不好意思，你不要怪笑笑，是我们带她过来的。谢谢，我谢谢你们。笑笑，你唱的真好听，我的笑笑真棒。妈妈，对不起，妈妈不应该不让你唱歌，以后你想唱就唱。谢谢妈妈。笑笑，你去那边跟曹叔叔玩一会儿，妈妈有些事要跟哥哥姐姐说。侯董，我看到李泽良了，他跟这儿的一对母女走得很近。母女，很可能跟刘阿伟有关，你跟着。是。厉先生，苏小姐，那个，阿姨，你别误会，我们没有其他意思，我们就是真的很喜欢笑笑。你们误会了，我是想说啊，自从笑笑听不见以后，我就特别的焦虑，我真的担心，万一哪一天我不在了，笑笑她怎么生活？可是直到今天，我才发现，也许一直以来我都是错的。笑笑她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，你们看啊，她连歌都唱得那么好听。哎呀，厉先生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们为笑笑做的一切，谢谢。拎起来。其实我没有做的不对的地方，我们没有经过你的允许，就擅自把笑笑带过来。我们也向你道歉。哎呀，你们可千万不要这么说，应该是我对不起你们。其实阿伟走之前留了一样东西给我，说是让我好好保管，怕万一哪一天会有用，是我没告诉你们。是什么？是个 U 盘，他不让我看，那么我对电脑也不懂，所以我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。如果你们找的是这个的话，我可以给你们。太好了，那这个 U 盘在哪儿？我得回去找一下，要不这样，明天早上你们过来，我把它给你们吧。好，谢谢。谢谢你，那我带笑笑先回去了。好。
你觉得那个会是证据吗？喜叶，看来连老天爷都在帮我们。可是还要等到明天，今晚注定是漫长的一晚了。笑笑，你冷不冷啊？还没吃饭吧？回去啊，妈妈给你做胡辣汤。阿叶，你在帮笑笑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得到什么回报啊？其实一开始跟他套近乎，确实只是想拿到我们希望拿到的东西。可是后来，当我真正了解他，我也是真心希望他能够开心。我也是。看来，好人真的有好报。哎，刚刚听歌的时候，你在想什么呀？我想到我爸爸，想到了很多很多他照顾我时候的画面。可惜答应他的事情，再也做不到了。所以听笑笑唱歌的时候，既感动，又遗憾。是啊，就像是我们刚刚跟笑笑说的那样，爸爸在天上，也一定希望我们可以继续开心的生活。我相信，他在天之灵，一定会保佑我们顺利的拿到证据。那你呢？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2年前，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星空下，我和某个女孩一起坐在山顶听音乐。某个女孩，是哪个女孩？时间太久了，记不太清了，好像叫小易，还是叫小黄、小白、小陈。老实说，在遇到我之前，你有没有撩过其他女孩？没有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这前半生就只做了一件事情，那就是等你出现。油嘴滑舌，我才不信。Cause you my angel, baby I love you, I feel you, I need you， 再次温热的胸口 ，because 你应该相信，我不会骗你。控制不住的跳动，想把整座星空带在你手中 ，baby I love you, I feel you, I need you， 我想幸福的理由 ，because of you， 偷偷蒙住你眼眸，告诉你我在你左右 ，just you and I forever。帮我再扫一个充电宝，我忘记带充电线。好。这就是你找的旅馆？是。前台连个人都没有。我现在就去叫。服务员！服务员，回来！
大晚上的叫什么叫？我问你，你确定今天找到的是刘阿伟的家吗？是，我刚在附近打听了一下，那个女孩确实是刘阿伟的女儿，而且我还听说刘阿伟已经去世了。去世了？是。这倒是个好消息啊。胡总，这个刘阿伟到底是什么人啊？这不是你该问的问题。那您现在去他们家吗？孤儿寡母的，我们大半夜去找人家，像话吗？明白。那我们要不要再换一家酒店？废话。去这么久，是不是有人看到长得你帅，有美女找你搭讪啊？我看到霍坚了。他怎么会在这儿？不知道。那笑笑他们不会有危险吧？他刚刚是在找住宿，说明他也是刚到不久，至少今天晚上不会有行动。那我们明天早点去笑笑家。好。说吧。说啥呀？季大哥都告诉我了，霍坚早就识破骗局了，你干嘛还偏我陪你演啊？对呀，我干嘛还演呢？走，你送我回酒吧。少来，回答问题。好，我告诉你真相，我就怕你受不住。你过来。干嘛？你过来仔细看我眼睛。近点儿。再近点儿。心理学上说，当一个人怀着激动的心情去看向一个特别的人的时候，他的瞳孔会放大45%。那你有没有发现，我的眼睛有没有什么变化？是这样吗？哎，不是这样，删了，赶紧删了。别装了你。叔叔，我这次真不是装的，你看。那天晚上，霍坚来找泽良，还发现密室。我为了拦霍坚，把脚扭了。我告诉你，我这次真是为阿良受的伤。对了，楚楚，霍坚他也去云安了。难怪这2天没看见霍坚。你说，他会不会再伤害泽良啊？放心吧，季大哥也过去了，应该出不了什么岔子。啊，来了，来了！哎，是你吗？哎，来，快屋里坐。哎呀。你们还没吃早餐吧？我做的胡辣汤还热着呢。谢谢。刚刚你舅舅啊吃了以后啊，都赞不绝口。坐。对了，笑笑呢？哦，他跟你们舅舅在外面玩呢。洗衣姐姐，笑笑去哪玩了？后花园。泽良，你出院了，怎么不告诉舅舅一声呢？舅舅很担心你的。你这舅舅啊，太客气了。你瞧，给我买了一堆的东西。一点小心意，泽良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嘛。哎，对了，你们趁热喝，我去拿东西给你们啊。哎，霍先生，你也坐，别站着。啊。笑笑，姐姐跟你说个悄悄话吧。
哼，什么悄悄话？说出来大家一起听，都开心开心嘛。就是说，有一个小红帽，她生病了，她的外婆去看她，结果假发被薅掉了，原来是一只狼，它想吃了小红帽，独占她的房子。对了，阿言，你还不知道结局吧？结局就是这只狼被正义的邻居抓了，送去了大牢，估计这辈子都要在牢里过了。故事，可现实呢？结局往往是相反的。哎，秀秀，你在这待着干嘛？快去上学。怎么了，小秀？协议姐说，这个东西先不要拿出去。为什么？协议姐这么说的，照她说的做就好了。笑笑，妈妈知道这东西啊是爸爸留下的，可是妈妈答应给出去，就要说到做到。你上学去吧。泽良，笑笑妈做的胡辣汤真的很好吃，我刚才喝了好几碗呢。你们都多吃点啊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不是说过了吗？我很担心你啊，不光知道你在这里，我还知道你想干什么。所以你是因为心虚才追到这儿来？那以前的事，的确就是你做的。哎呀，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说话是要讲证据的。你这么说，舅舅真的很寒心呢。给他多烧烧纸钱，看看他会不会告诉你啊。大兄弟，你们要的东西我找到了。喂，哎，站住！子怡，不用追了，他跑不掉的。坐着。怎么回事啊？霞姐，舅舅说的不错，你做的胡辣汤的确很好喝。麻烦你再去帮舅舅盛一碗。好啊。柴火，去哪儿啊？喂，林松。厉先生，什么事儿啊？我刚刚看到霍坚了。什么？您是说霍坚也去了云安？没错。他怎么会知道你们的地点？难道他还有别的眼线？不清楚。林松，明天很关键，我要你替我做一件事情。东西销毁。子良，看来这一局你又输了。霍坚，有坏事做尽就别妄想了。我要是你的话，我就去自首，还能争取宽大处理。苏小姐真当讲笑话了。
现实的结局我说了算。舅舅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犯了罪，终究是要伏法的。我们之间的故事还没有走到结局。好啊，那咱们走着瞧。这里很好玩的，你们难得来一趟，好好玩，我就不陪你们了。对了，泽良，回欧曼之后记得陪舅舅再打一局球，看看这次你能不能接到我的发球。厉先生，谢律师为了救笑笑受伤了。如今刘阿伟和证据都没有了，你可以高枕无忧了吧？哼，你是没有看到厉泽良今天的样子，想要吞掉我，却又无可奈何，有趣极了。那是因为他本来就不是你的对手。嗯，怎么样，舒服吗？嗯，我还想更舒服一点。如今你的障碍都没了，你可以娶我了吧？知道为什么厉泽良会有今天吗？就是因为有苏写意。一个人一旦有了弱点，受制于人，那就成了把柄。我们现在这样不是挺好吗？上次你让我打掉孩子的时候承诺过我的，之前说时期未到，那现在呢？我给你的还不够多吗？为什么要这么贪心呢？你说我贪心？我跟了你这么多年，为你付出这么多，你应该明白的，我想要的只是一个名分而已。喂，我答应过你的，绝对不会食言的。再等等我，好吗？你不要再骗我了。我怎么会骗你呢？我现在还没有到可以高枕无忧的时候。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，我一定会娶你。我最后再相信你一次啊！哼，怎么是最后呢？我们可还没开始呢。厉先生、苏小姐，我确实不知道你的舅舅跟你是这样的关系。没关系，给您添麻烦了。这都怪我，要是我当时听笑笑的话，不把东西拿出来，就没这些事儿了。夏姐，你不用太自责，你也是一份好意。谢律师他怎么样？肘关节扭伤，已经涂过药了，没什么大碍。要不是为了保护我们家笑笑，这位律师先生他也不会受伤。哎，我得给他做点汤补一补。你们坐啊，我去帮您吧。谢谢。去吧。你过来的时候，有把消息告诉谢律师吗？没有啊。那他怎么会在这儿？会不会是苏小姐？不是他，我问过了。
请进。明浩哥，你还好吧？没事。这是霞姐专门为你熬的汤，你趁热喝了。谢谢了。抱歉啊，没能把东西抢过来。明浩哥，你不用自责，至少你救了笑笑啊。还好你伤得不重，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和姐姐交代了。有没有找到其他什么线索？霞姐把家里都找遍了，但除了 U 盘，刘爱伟什么都没留下。雪夜，我想单独跟谢律师聊两句。好。I need you, I love you， 想为你抗风浪，你不必一直逞强，请相信身边有我 ，ever and after。行驶到一半的列车，位置上换了新乘客，站台上钟声敲响了，我挥手目送着，手里还握着一张单程票根，你踏上通往幸福的旅程，联系的方式没保存，在心里偷偷问你最近好吗？和他还好吗？我脾气很差，他比我好吧？你心事复杂，他能猜到吧？你难过会抱着你吗？你最近好吗？一切都好吧？没说出的话还想听吗？煽情的话都被情歌抢烂，与回忆的纠缠不算困难。